尊敬的叶生基秘书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参加2022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我仅代表举办方对大家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呢，也对在座的各位依然坚守在现场进行相关一些交流表示崇高的敬意。本场专题论坛的主题是下一代电动化平台及电子电器架构，共同探讨面向未来的智能汽车的电动化平台和电子电器架构，涉及的开发流程以及关键的工信技术，还有产业协同以及生态建设以及未来趋势等内容展开深入的交流和探讨。下面呢，请允许我介绍参加本次论坛的领导和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会长叶生基秘书长，华人运通创始合伙人高和汽车整车智能副总裁李谦先生，恩智浦半导体市场总监周翔先生，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商品创造中心副主任曹春女士，达索系统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交通及运输行业技术负责人杨东先生，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电子电器架构部部长唐风敏先生，以及以视频和连线方式参会的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品牌传播部部长邱亮平先生，长城汽车电子电器架构总工程师赵鹏先生，同时对来自国内外高校、研究机构、社会组织、企业等单位关注下一代电动化平台及电子电器架构公共及特定领域的各位参会代表表示衷心的欢迎。2022年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策划本次专题论坛，共同探讨下一代电动化平台及电子电器架构。那今天下午的论坛是我们本次论坛的最后一次论坛，因为后面我们各位代表还有其他的相关的一些行程，因此呢，拜托我们各位演讲嘉宾严格的控制演讲时间。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华人运通创始合伙人高和汽车整车智能副总裁李谦先生上台演讲。他今天为我们带来的题目是汽车智能化带来用户体验感的提升和行业技术的颠覆。欢迎。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个面向未来的电子架构和这个用户体验提升方面做过的一些尝试。那么在我们公司成立之初啊，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就要回答未来的汽车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到底什么叫做智能化的汽车。那么我们认为呢，智能化的汽车并不能够单一的把几个智能化的功能加进去就把它叫做一个智能化的这个产品，更多的是应该把它放到智慧城市的框架下去看，它如何去应对未来智界交通的要求，如何应对未来智慧城市的要求，从而重新去定义汽车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技术，它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使命。那么从我们的角度上说啊，我们认为所谓的智能汽车更多的应该成为未来智慧城市的这样的一个节点。那么它是一个移动的传感器，是一个移动的计算平台啊，是一个移动的服务中心。那么这样的一个车，它对整个的这个智能化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就从一个单一的智能化功能的一个集合体，向一个混合智能型的车路协同的
这样的一个混合智能型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做转变。那么它的整个的生态系统从封闭的生态系统也要一步一步的走向开放。那么这样的一个车，它有几个技术特征。首先，它必须是一个这个海量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拥有者，也就是说，它作为一个城市的传感器，它要能够不断的感知周围环境的变化，感知自身状态的变化，然后感知这个车内乘员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同时呢，它必须是一个移动的计算平台，也就是说，这些产生的海量数据，它要能够自己把它处理掉，不能够所有的这个数据都放到云端去，因为这个数据的量实在太大。那么另外呢，最重要的这个是它能够以软件的形式，以一种开放的平台去提供服务实现服务的快速的跨平台的快速部署和快速迭代。那么这个构成了未来这个智能化汽车的一个主要的技术特征。那么我们后面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准备和产品准备，都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技术特征去展开。也就是说，我们下一代的这个电子架构呢，实际上也是站在这样的一个视角去进行的实践。这样的一个汽车产品呢，实际上呢，它从根本上会改变整个这个行业的形态。比如说，一个开放的这个汽车系统，其实呢，它开放的不仅仅是说这样的一个功能的可开发性，更多的它实际上开放的是就是改变的是整个的这个生态逻辑规则。我们过去的汽车厂是一个同心圆型的结构，但是我们回头看 IT 产品里面，无论是电脑还是手机，它都不再是这种围绕着这个生产厂这样的同心圆结构。其实未来的汽车也会这么发展。那么在数字化条件下，特别是一个能够拥有强大的这个数据这个感知能力的这样的产品，实际上它的营销模式、它的用户体验方式也都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那么这是麦肯锡的一张图。实际上呢，下一代电子架构最主要的这个变化，不在于硬件形态和硬件拓扑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转变，最重要的是它的软件架构要发生颠覆性的变化。换句话说，它的软件架构将从传统的这种以功能实现为导向的这样的一个软件实现的方式，转换成这样的以服务为目标的以微服化形式构成的这种分层式的软件架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SOA。 那么在这种电子架构的这个加持下呢，实际上呢这个我们华润运通高和汽车这个在开发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这样的转变。我们过去开发一个产品都是从这个 feature 入手的有多少个 feature， 然后我准备多少个控制器去开发多少个功能。但现在呢，我们是以场景为入手的首先从用户的场景入手，去定义这个车要满足的场景有哪些，然后再去找我需要实现的这样的功能是多少，需要准备的面向未来的可开放的资源是多少。这样的话呢，那么它的底座就变成了这样的所谓的软件定义汽车通过软件定义汽车的方式去实现功能的可迭代、可扩展。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实际上呢因为整个的平台已经打开，所以它的功能开发也就是说不再局限于整个主机厂的这样的一个范畴以内。那么这样的一个产品，它就会变成一个价值共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对于华润运通的这个理念来讲，我们认为未来的汽车一定是一个生态共创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在过去的4年里面，我们在去年的这个5月份，我们交付了我们的第一款这个 HiFi X。那么高科 HiFi X 呢，是应该说是第一个这个真正意义上把 SOA 架构落地的这样的产品。它基本上遵循着这样的一个分层式的软件以微服务化、这个软硬分离为目标的这样的一套软件架构有4个这个主要的功能域，然后由这个以太网作为骨干网把它们连接在一起。我们看一段这样的视频。这个是我们高科汽车专有的这样的车舞的这样的一个开发过程。大家可以看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开发过程呢，实际上是非常的简单的那么
它要完成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后面的视频里面会。这样的一个车舞的场景呢，它要改变的包括了这个门系统，包括了灯光系统，包括了这个娱乐系统。那么如果说完整的功能的开发，肯定还要包括网关，啊，那么我们在座的都是主要负责开发的这样的这个领导啊，你们应该会知道，做这样的一个开发对传统汽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几个部门的工程师啊，去协调若干个供应商。共同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特别是在这种强时间线对齐的这个条件下，要想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没有几个月的调试是做不出来的。但是刚刚大家在视频里可以看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新的 SOA 架构的这个体制之下，完成这样的一个动作，大概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那么可以是有门的这样的这个动作的加持，可以有这个座椅的动作的加持，可以有这个音响，可以有这个灯光啊，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把底盘的悬挂系统加进去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这样的一套系统，从某种程度上，从根本上会改变我们整个的开发方式啊，会改变整个的迭代周期。那么这样的一种开发模式，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不需要太高深的这个 knowledge， 需要太好的这样的工程师的训练就可以完成。那么这意味着我们将把这些东西开放给我们的用户。由我们的用户跟我们一起去重新定义这个车，去完成这些车上的一些高阶功能的开发。那么我们在过去的1年里面也已经做了这样的尝试啊，我们把这个全车大概500多个传感器和300多个执行电机都开放到了这样的一个我们自己研发的这个中间件系统里面去。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微服务化的形式，实际上我们构造了一个叫做场景卡的这样的一套体系。啊，可以让我们的用户自己去进行这个车辆功能的编辑。那么，截止到今天，那么我们70%的用户啊使用过我们的场景卡啊，其中的我们的场景卡的总数呢超过了5000台就是5000张。那么被执行的次数呢是170万啊，其中呢拥有5个以上的这个功能的场景卡呢大概占到了35%。场景卡的总下载次数呢是13万啊，参与创建场景卡的大概有1500个用户啊，累计的这个实际上呢，从开发的节约的就是说用户不是开发节约，是用户执行这些功能所节省下来的时间大概是1.4万个小时啊，可以非常便捷的改变用户他用车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的效果。那么这样的一套体系呢，从用户端的角度上说，对于他用车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效率的提升。过去需要操作几个动作才能完成的这样的内容，现在一键就可以完成，它的体验可以更丰富。我们过去所有做的 feature 都是主机厂做的啊，用户喜欢不喜欢，其实很大程度上这个主机厂是没有办法完全知道的。现在这些功能可以由用户自己去定制啊，不是定制了，就是说自己去创造。那么在这种条件下，
这是最符合他自己需求的这样的一套这个功能逻辑啊，也是最符合他自己使用习惯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场景。那么同时呢，带来了大量的创意，这个远远超出了这个一个 OEM 主机厂的工程师他所能够想象的这样的空间。同时呢，我们也把这样的这个开发体系呢分享给我们的合作伙伴。那么这样的一套体系对整个开发效率的这样的提升啊，改变我们整个这个供应商的这样的功能的这个体验啊，增加创意，也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那么我们的整个的这样的后面的这个发展过程呢，实际上呢是会把整个的这个工作做得更加这个细化啊，我们会增加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原子能力啊，所谓的这个原子化的服务进到我们的整个体系里面去。然后呢，就是说我们会把整个的数据 AI 的能力也开放到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架构平台里面来，这样所有的这个触发条件将不再仅仅是一个用户手动触发，它可以根据场景做自动的触发啊，这样的车辆它的就将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所谓的智能化的能力啊，所谓的学习能力。100个功能，100个强大的功能，也不如一个极致的场景体验。这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面向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电子架构的开发理念。那么一个极致的场景体验，一是由用户自己去定义，第二，它可以学习用户的习惯。所有的这些啊加在一起，将是我们面向下一代的这个电子架构它的一个利益和一个出发点，这是我们未来所要努力的方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平台的加持下，实际上呢，我们在尝试着把汽车打造成类似于手机啊，我们的这个 IT 设备这样的以外，另外一个所谓的移动的这个价值共创平台，也就是说，依靠着汽车产生一个额外的这样的一个生态体系啊，这样的生态体系将加持我们的整个汽车产业更好和更快的发展。我想分享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谢谢李总，李总给我们这个报告非常有深意，也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